搜狐视频的网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那请您先介绍一下您在剧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吧。我在剧中扮演小蔡，是饰演陆远的徒弟，红雷哥的徒弟。他的个性如何呢？他的个性非常轴，然后一根筋，然后为了梦想努力奋斗的热血青年啊。那您觉得这个角色跟您特别像是吗？那算不算本色出演呢？不算本色出演，大概有20%到30%的表演成分在里面。这部戏算是您的第一部戏吧？对，算是我第一部电视剧的作品。对。那演的过程中会紧张或者怎么样吗？演的过程中非常紧张，但是紧张有压力，但是也通过这些压力促进了更多跟更大的成长。那其中有没有被喊卡很多次那样的情景呢？一般就是下场就容易被喊卡。就是笑场比较多是吗？对。那感觉你还是挺放松的，就不至于说紧张的喊卡，而是说就是特别笑场。对，就笑场也不是什么好事，对于大家都工作人员都不大负责，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，确实是有的这人吧，这笑吧，他也确实是忍不住，但是我会尽量通过以后的磨练跟努力，把这个笑场给他解决，这个问题解决掉。那这在里面的话，算是跟孙红雷第一次搭档是吧？是的。对，那你孙老师的话就说给大家印象特别严肃。对。那在拍戏的过程中，您跟他搭戏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紧张呢？还是非常的严肃，而且是非常的谨慎小心。注重每一个台词的逻辑性和整体故事的连接性。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。那你笑场的时候他会很严肃的批评吗？就是因为他才笑场的。为什么呢？两个人太熟了嘛。对啊。那还是就是说，他不会让你很压迫，或者是觉得严肃，会觉得在看什么戏的时候，在演重戏的时候，他会首先把这个情绪给我带到哪，然后跟我说这个情感，跟分析这个环境。但那个时候一般笑场少，就比较轻松环境下面比较，因为我跟红雷哥都喜欢脑补一些画面嘛，脑补到一些画面比较好笑的话就会笑。那您之前也说过要向他学习一些演技上的东西，那这次合作下来的话有哪些收获呢？收获很多。他跟红雷哥哥合作完了以后，对于下一部作品的表演有很大帮助。二月红要说功劳的话，有一半是我自己的钻研学习，还有一半属于30%属于红雷哥，40%属于红雷哥对我的帮助跟教导和跟他一起拍戏，还有10%属于我们机械男人帮。黄渤哥也告诉我，师傅也教我，小朱哥也跟我提意见，王迅哥也告诉我。对。那这部戏的话，里面有讲到厨师，就是做东西这样的。那您私底下会做饭吗？会。都会做哪一类菜？辣椒炒肉，湘菜吧，湖南菜。那自己会做饭给自己吃吗？不做，都点菜，因为懒。我记得您是湖南人是吗？对，湖南长沙人。对，那应该是口味蛮吃辣的。那之前的话就说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湖南了，那在其他地方吃饭还习惯吗？也不小了，17岁离开也不算小了吧，只差1年就成年了，就一开始吃不惯嘛，特别是那个泡菜，我是吃不挺惯的。那到后面甜滋滋的甜滋滋的。不是啊，它是酸酸的呀。就是一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韩国就得吃一个这个泡菜呢，吃个饭的时候，但是到后面就很神奇的就是还真的还挺好吃，还能吃呢，还很逗。对。那现在是不是有点离不开的那种泡菜了？不到离不开，但是可以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，如果有送，他们都是当那种半餐送泡菜。对不起有点饿了，所以就还多多少少能吃点。那剧中的话，其实您也有一段感情。那生活中的话，您是比较喜欢闹腾一点呢，还是安静一点呢？也时而安静，时而闹腾吧。当我需要他闹腾时，他闹腾；当我需要他安静时，他安静。当然，这是不是大可能啊？这也不是玩具，开玩笑。就是如果就是这大家都能够起到一个互补作用，是最好的。那如果要他们3款的话，就是车晓这一类文艺青年，还有江疏影这样的一个烈性女神，还有关晓彤这样的比较就是闹腾的，那您会选哪一种呢？我会选我妈，光辉伟大。
不担心别人说您就是奶妈吗？就那么一种宝妈男。不是，你是说一定要在这3个人里面选呢？我只能选择我妈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对我妈是最了解的，因为我妈她是非常有责任心，照顾的非常体贴的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但是我妈我就想换一点，就是她虽然是光辉伟大，但是我想把她的性格稍微换一下。对。你妈要是看到这段会不会回去？不，一开始她会很开心的，哎呀，仔仔说我了，然后我一说她的性格要换一下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妈是变脸2秒变脸，比川剧变脸还要快。那现在的话，很多明星跟粉丝谈恋爱、结婚，那您会接受这样的？就说有没有这样可能性？刚刚还在聊天的时候，他说就说这个明星跟粉丝这个距离和这个情感，这是真的，因为粉丝他有的时候他是无条件的包容自己喜欢的艺人，而如果真正在生活中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爱你、这样疼你的人，愿意为你去做一些事情，为你去放弃一些东西的这样的人的话，我觉得真的这可能就真的是命运的安排，你就真的应该抓住这一次机会跟这一段幸福。那明星跟粉丝之间的距离的话很难把握，那您不担心就说有私生饭这样的吗？有啊，但是你知道粉丝这个群体，我早就说过，粉丝这个群体它是非常重要的，它是推动娱乐圈发展甚至整体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，你不能把它完全排除掉。他们可能有时候可能因为年轻，可能因为冲动，因为对你的喜爱，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过分的一些举动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站在他们的角度，他们也只是因为想看你，想支持你，知道有这样的人喜欢你，站在你的身边，希望你一直这样努力下去，做好所有的事情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这个问题又不一样了。看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吧，我都会多站在别人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理解，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大家注意安全，注意理性一点。对，尽量可以吧。那现在的话就是大家流行组 CP， 那您之前在极限挑战中的时候跟孙红雷也有组，那您就说对组 CP 这种行为是怎么看呢？持什么态度？持什么态度？对，我敢持态度。大家喜欢呢？但对我来说这都是荣幸啊！就8辈子福分，8辈子福分这一竿子打我这儿了。我当然，我每一天接10竿子我都嫌少了。你说我还能还怎么看？我不敢怎么看。对，就只要大家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喜欢就是真的好啊。那如果粉丝要把你跟一个女明星组 CP 的话，你会愿意跟谁组？哇，那我觉得没有啊，粉丝能够随便把我组给谁啊？我在想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。你看，粉丝不会。可是您没有回答呀。我愿意组给谁？就愿意跟谁组？那我随波逐流吧。就是组给谁都行，是吗？对，看粉丝，因为粉丝他支持我的群体嘛，爱我的群体嘛，他不会把我随便乱推嘛。随波逐流吧，看他们把我推哪，我推哪，我可以，他们喜欢就行了。这部戏之后，您下一步想演什么样的角色？想演杀手。但是您的形象应该不符合吧？你要给我个机会试呀！你还没让我试，你就说我不符合，我会努力的演好的。那现在大家都叫您小绵羊，那我感觉您对这个称号其实还挺有一点抗拒啊？是这样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属羊的，所以我觉得挺好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小绵羊有可能把羊皮一脱变成一只狼的，对吧？那您还是挺强调，就是说在这个小绵羊这个称号之下的自己的一个个性。对，像有狼的个性，我觉得是有狼的个性的小绵羊，我觉得还比较适合我。那问您最后一个问题，那您就是之前在极限挑战中的时候，其实蛮在乎，就是说网上对您的评价，那现在还会去看吗？没有蛮在乎啊，就多多少少会在乎吧。你说这完全不在乎，你说这不是说假话吗？对吧？因为我自己会去网上关注一下自己的静态啊，大家看的一些新闻啊、视频啊，完全不在乎是不可能的，谁能做到完全不在乎？那会特别在意吗？就是一些不会特别在意，就是说，其实有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也挺能理解每一个人就是发出来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声音，因为他们都是对于这个事实跟现实境况，他是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他是一种揣摩、一种猜测。那么他给出从他的揣摩跟猜测给出他的判断跟下的定义，所以他说了这样的话，所以这也不能怪他们，他们不知道，没关系，用时间用一些东西慢慢的来证明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个事情那样的，时间都会有解决的。